天这一位采访界级的天花板，他就是伊丽静来啦！选手被说不好笑已经很惨了，还要露宿街头，这是人性化？哪有人性啊？夜爬泰山，差点没给我浇死。我说兄弟，你过来，我说咱俩爬个泰山，你查这个安徽的天气预报干什么呢？我很同情无名指，因为他这个名字起得很敷衍，就好比说你喜欢一个歌星，叫什么群星。我倒要看看，你让我怎么露宿街头啊？好刻板的霸道总裁啊！我不会。没事，咱就瞎玩呗。我愿意跟菜的人玩。我来打。拍下来了吗？这个被吃的钱哪儿了？闲鱼便宜，闲鱼集市更便宜。本节目由闲鱼独家冠名播出，自适应喜临门呼呼任性税。本节目由喜临门呼呼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长康100%纯粹、长康100%对味的长康纯芝麻油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喜之郎果冻多点关心多点爱指定产品赞助播出。连接你的热爱。本节目由大麦演出联合出品，买票上大麦。今天谁来呢？今天谁来呢？会是什么嘉宾呢？哎，来哈喽啊，哎，我真的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有2位新人演员来到现场，就是我们的戴高正来啦，新人木川。然后呢，另外一位神秘嘉宾，各位肯定都听说过。他这个每回这个问题就是直接杵你们家那个8代祖宗，照着家谱问。对，咱们一定要全员稳住啊！这一位嘉宾就是伊丽静。说你演技不好的时候，会觉得尴尬吗？会。最红的时候是那时候，没有，现在你没有过气过吗？这是一个自我安慰还是什么？有人说在杨幂大红之前，你的演技比现在好，你听过这样的说法吧？你认同吗？想过退出娱乐圈吗？掌声欢迎我们的伊丽静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很好奇，节目录制过半了，露宿街头几期了2期，才2期呀，一点都不严苛呀。其实大家表现得非常好但是大家舞台结束后会一起复盘观众评论，还是会有一些让人接受不了的声音。第一次听天一段子 get 不到，楚歌节奏太慢，我都猜到梗了。孙玉老师技巧太明显了，只有1颗星。既然大家选择站在舞台前，就需要拥有强心脏去面对流言蜚语。所以说，今天伊丽静老师就是要增强大家抗压能力，来一些灵魂拷问，大家谦卑一些。这让我来做坏人来了，哎，可不是嘛。他就不懂您，他不懂您什么叫坏人，对不对啊？那你说做什么人？做什么人？挖掘真实的人，对，挖掘真实的人啊。对，可以啊，翟佳宁，话接的挺快啊。对，这叫你吓的完了。好，我今天的目的就是锻炼大家的强心脏，让主理人给你们打个样。好，走，咱们去会议室。就是先问大老师呗。哎，您说，参加那么多喜剧节目，你很懂喜剧吗？来了吧？来我们是领校园，都是捧场去了，然后我们得先乐嘛，是不是？然后就开心了，大家就一块儿高兴。领校园肯定是领的话就领先一步嘛，就等于说比别人要多懂一些，你才能领校啊。我领笑，说白了就等于说你来决定这一段好不好笑。你如果觉得不好笑，他们笑的话就等于说他们没品位。哇，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往哪儿躲？往哪儿躲？
就这么说啊，脱口秀说完了之后谁最懂？就是网上分析的那帮人最懂啊。我就是越觉得钻研什么，越觉得自个儿无知啊，就是这样啊。会左右而言他，然后答非所问，胡说八道，你知道吗？就你只要不想回答的问题，确实是这样的啊，对。谢谢啊，哇，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好，然后是小鹿，小鹿，哎，好。你跑了很多开放麦，然后那么努力，是因为天赋不够吗？真敢说呀！啊，我跑那么多开放麦是为了去展示我的天赋。啊，写得快，太多了，得多跑跑，不然消化不了。哇，厉害厉害！女生们学会了吗？大女主的发言。学会了。我已经有些害怕了。哎，周老板。哎，到我了。哎，你这2年都没上班，你干啥了都？我没上班，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特别想看看这个行业没有我能发展成什么样。结果发展挺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发展挺好。现在认识到自己的位置了，就出来谦卑的接活了啊。这个现在是我能接到的最好的活了啊，没有说节目组不好的意思啊。厉害厉害！谢谢易老师，不是。我们现在斗胆要开始回问您几个问题了。但是我抖不出这个胆来。然后那个对，有一个人特别会抖，一抖一身胆。然后那个好，由我们翟老师来抖起来。斗胆英雄，来吧。你礼貌点啊。好，叫姐姐。姐姐一直扮演一个人设，您累吗？你这个问题应该问你自己啊。我不累呀，您累吗？俩人在这唠嗑呢，在这儿啊！哎呦我的妈！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回答让您一直面无表情？是过度人设还是过度医美？因为我内核一直很稳呢，所以我可以保持情绪平静。平静的话表情就很少。那你呢？为什么可以一直保持愤怒啊？因为我内核不稳呢。我情绪波动大呀，我需要很多愤怒来发泄我自己。已经开始愤怒了。赶紧兄弟！易老师以为能嚼他，没想到翟佳宁入口即化。你看看，认怂就是快啊！行，就应该是这种心理，这就特别稳了啊！对，碰到恶评谁也伤害不了你，是不是？我们的这个一个示范已经结束了，那么下面各位，咱们踊跃举手啊，问任何一个你的同伴们，可以是犀利的问题，可以是心里话的问题，互相锻炼一下。来吧，谁愿意第一个？来，好可爱！来，包快！我要吐槽那个张美男。我没有想到啊，兄弟。就是为什么你会露宿街头呢？是因为你嘴里老打磕巴，老吃螺丝，然后动不动在台上一紧张就忘词儿，磕巴嘴。就是我跟易老师问一下，我一紧张其实就是吃字儿，我有时候老吃梗。问题是你真的有梗吗？还是你找理由？我也是多余问。我想问吴鼎和鸡翅，真的，因为他俩是在其他节目上过脱口秀的啊。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已经连续上2年节目，并且证明自己不行了，为什么还要来？来，为什么还要来？吴良硬气一回。我最起码节目都是凭自己本事上的，你咋来心里没数了你？主理人的示范让我对私域吐槽免疫了，我已经过了伤痛期了，毫无杀伤力。吴鼎这个心态就很稳了，不要害怕别人的质疑。我觉得人真的要拥有不怕被讨厌的勇气。没人夸的时候就自己夸自己。对呀，对。哇，真好！
行，我们要公布本场上场的名单了。大顺，接着是万众瞩目的我们新人木川，戴高照，鸡翅，张美男，呀，各位去改稿、化妆准备吧。加油，加油！哎，怎么了，鸡翅？训练都结束了，状态还这么沉重？马上要上场了，总感觉哪里不太对味儿，有点紧张。要对味，就得向长康100%纯芝麻油学习，纯物理压榨，一点杂质都不掺，心态沉淀的越纯粹，状态才香得更对味。哎，确实香啊，香吧？哎，那这瓶我就收下了啊，我沾点纯粹劲儿。那必须的，晚上好好演，没问题的。有请观众入场。太紧张了，太紧张了，我没法按稿子来了，我感觉。你要 freestyle 啊？哎，好烦啊！这个啥玩意儿啊？啥玩意儿？来这儿了，那这个时候一般展示哪一种？这句话是真有吗？还是你加的呀？这个能想，兄弟。我不知道。让我们有请最直率的主理人翟佳宁。谢。有请最靠谱的主理人，脱口秀天花板周奇墨。大家好。有请最暖心的主理人小鹿。有请最热闹的主理人，欢乐氛围的制造机大张伟。欢迎各位，大家好，来到我们的不好笑就露宿街头。刚才周奇墨先生一出来之后，天花板，大家都会嚷嚷起来，对不对？今天这一位也是天花板级人物了，采访界级的天花板啊，非常了不起，他就是伊丽静来啦！大家好，我是伊丽静。其实这个节目为什么邀请我的话，我一开始不太清楚。然后导演说，因为我很会问问题，觉得我适合互动型脱口秀，就像付航那种。我说，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请付航呢？导演说，这个问题问的就很好。他还说，希望我提问的时候更伊丽静一点，比如看到不合理的地方，勇敢真实的表达出来。你们不就想看我直接骂人吗？之前导演跟我说哈，我们这节目不比赛、不淘汰、不残酷，但不好笑就要露宿街头，这合理吗？别的节目最残酷也只是淘汰，淘汰和露宿街头。导演，您不会觉得淘汰更残酷吧？他还说这是人性化，选手被说不好笑已经很惨了，还要露宿街头，这是人性化，哪有人性啊？毫无人性，这是人话吗？那既然不比赛，也没人淘汰，露宿街头的标准是什么呢？导演说看现场反馈。那这不就是比赛吗？选手不好笑就露宿街头，那这选手不都是你选的吗？这水准。他们不好笑，露宿街头的不应该是你吗？导演，你觉得这样说够伊丽静吗？
这就是你说的互动型脱口秀吗？现在看，你还觉得我适合吗？你们真是这么好的观众，我头一次遇到。如果都是你们这种观众的话，我也来说脱口秀。但是哈，我为了不露宿街头，去看了互动型脱口秀，去学习一下。脱口秀的互动一般是为了让大家开心，但我的采访好像很难让受访者开心。一个合格的采访会让受访者重新认识自己，一个不合格的脱口秀会让观众重新认识自己。我看过一场演出，第一排有个小伙子，个子特别高，高出别人2头，很难被忽略。那果然被好几个脱口秀演员互动。你长得好高，你喜欢打篮球吗？他说只喜欢踢足球，不喜欢打篮球。他的梦想是踢世界杯。第2个演员上来也薅住他问：你长得好高，你喜欢打篮球吗？他说不喜欢，他想踢世界杯。第3个演员还问：你喜欢打篮球吗？他说是的，我喜欢打篮球。我想听 NBA。我的职业呢是通过不同的问题深挖人物，打破大家对他的刻板印象。脱口秀是通过相同的问题反复挖，直到人物符合大家的刻板印象。周奇墨，你长得好高，你喜欢打篮球吗？既然站在了这个舞台上还是得尊重导演，然后和大家互动一下。小鹿，别平身。付航拿了冠军之后说陆姐，你早就是冠军了，你是真正的单口大女主。他这么说你就信了吗？但我信，你就是我心目中的脱口秀大女主。你看，你这回真信了。大张伟，回来，没下班呢，回来继续上班。大张伟，你不是歌手吗？你天天上综艺，那下个综艺准备上什么？我是歌手吗？我是歌手。哎呀，这个好好。翟佳宁，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啊，不能落下你。好，翟佳宁，哎，听说你拿了喜单第2季的冠军，你骂节目组、骂观众、骂嘉宾、骂周星驰，你什么都骂。骂完之后呢，你被记住了吗？哎，你看，同样是冠军付航，全网都在说 passion， 你拿冠军，全网都在说翟佳宁是谁？我记住了，下回骂付航。下回骂付航。周奇墨，哎，又回来了，又回来了，还又来一遍，还有一轮吗？周奇墨，这么久没参加比赛了，你还撑得起天花板这个名号吗？靠什么撑？你的身高吗？你长这么高，你喜欢打篮球吗？听说你拿了冠军之后很少接商务，哎，这节目真有意思这嘉宾人选，有的人不想接，有人没人找。哎，可是冠军怎么会没有商务呢？翟佳宁。
没事啊，不用回答，我就问问。谢谢大家，我是伊丽静。你就安静，棒棒棒！哎，怎么样，小鹿啊？您是第一次现场看伊丽静老师的这个脱口秀吗？是易老师每次的节奏非常好，然后那个笑点的拿捏也是很精确啊。然后也想问一下易老师，这次为什么会来到我们这个节目里呢？因为平时您其实更多是做深度的访谈嘛。对，我们这个节目没有什么深度啊。这不就是因为这节目没深度，所以靠我来。我终于等到您这样的人了，因为之前我们 Q 所有嘉宾，包括像我们大宅说你必须要真心真意的，然后犀利的点评，没人敢。这一次我们这些新人演员们，他们就坐在那儿，就是他们，掌声在哪里？他们挨个要演出了，希望能得到您最独到的这种点评。你们能听出来吗？大张伟在给我挖坑，坏人让我来当，凭什么呀？凭什么呀？您来平坑啊，把这个坑平。因为我觉得您虽然不是干脱口秀这行，但是我觉得您有一种天然的、天生的天才，就知道那个语言节奏该怎么，就是那种感觉。别人只能模仿您，成为不了您，您知道吧？大家都是这种感觉。但是我想说，一个这个脱口秀，您的标准是什么？就是感觉它真的仅仅好笑够吗？我觉得好笑就够了，就够了啊。对于喜剧类节目的话，如果不好笑，它就是不合格的。我觉得这是最底的一个基础，对吧？好笑就是唯一标准。各位也看见了，我们所有朋友们拿我们这个所谓的最可爱的意见卡。所有演出结束后，根据您自个儿的感受进行打分。在单场评分4星以上，比例达到70%以上的，我们就能解锁优酷平台提供的各种奖励。相反，没有达到70%，就要准备露宿街头。10场演出之后，4星以上达到70%，就能够解锁2026全年的大麦全国巡演。好嘞，那么下面马上易老师第一位新人演员就要出来了。好，这位演员是我们长沙本地的，哎，各位看见他会非常亲切。这位小选手，这位新人演员就是我们的大顺。大家好，我是大顺。我说实话，我一开始过来作为新人，其实压力巨大，那是最累的一期哎呦，喝死我了，掐得我都不要长沙话了。但是还是很期待能多讲一点段子，好好在舞台上表现，就觉得来了就得上，你不要有什么别的想法，不要那么多顾虑，来了就上。就是我们这位新人演员，就是我们的大帅。其实我不光是咱们长沙妹坨哈，我在长沙还有个响当当的 title， 我是咱们天心区高圆圆。哎呀，这边是给面子的，这边有点冷静哈。那个眼镜哥，好不好？单独给他一个福利好不好？姐姐走近给你看一下。哎呀，还是希望有一些颜粉啊。姐姐走近看五官确实还可以吧？可以哈。她长得一般，是有点漂亮，是有点漂亮。主要是因为我这个人吧，我太爱漂亮了。有一次我家楼下起大火，然后我在逃生的时候就拿起了我认为最重要的3样东西：袜子、帽子和口红。是当时事后我的朋友们也跟你们一样的，听到这个都笑疯了，他们也不理解，他们说这3样东西是吧，是能起到什么作用？啊，即使你不知道什么是救命的，但你至少拿值钱的吧。而你这个年纪，家里应该有一些什么金银珠宝，是不是？他们最后就说你就应该拿精气。哼，我说我拿的是精气神。还有什么是比在面对死亡的时候还要给自己提气色？
哎，更积极的人生态度呢？是不是？你希望自己活得漂亮，我希望自己死活都漂亮。漂亮，漂亮。为什么今天想讲这个？其实也是因为在我人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是不敢爱漂亮的，啊，我有那个打扮羞耻症。后来长大了嘛，有了一些这个爱美的意识哈，但每次只要我稍微就是鼓起勇气，就是稍微那么打扮那么一下，一定会有男的先看出来，然后看到一定要喊出来，然后当着所有人的面啊，就会开始大喊：“哎呦，大顺今天化妆了。”我能怎么办？我每次我就解释，我就说：“哎呀，没有嘞，我就打了个底，涂了一点口红，我全妆。”我脸上所有的五官都重新装修过一遍了，但我不希望有人播报出来，对吧？我希望我的今日份漂亮是一场不言而喻的共识。但是当时那种就是还是很尴尬，我为了缓解这种尴尬，哎，我也用当众播报的方式，哎，我也报复回去啊，我也阴阳怪气的对一个身材普普通通的男孩子，我也喊，我说：“哎呀，最近有偷偷去健身吧？”他的反应是，这表情太绝了。被你看出来了。然后这个时候他一定还要展示他身体里的一坨肌肉。一般他又来劲儿了，他又一定要展示。那么这个时候首选哪一坨？肱二头。哇，女生都知道，你们是被安利过是吧？是，就是肱二头，就这个地方，肱二头肌，对吧？他甚至他真的会向你安利起来。他说：“哎呀，来来来，摸一下，很炸，来来来，哎呀，来来来，摸一下，摸一下。”发现没有，全身上下只有喉咙在那里用力。就没有用，根本没有用，你防不住，你也伤不到这些人啊。但是，哎，我后来我又想到一招，我说那我可以，先下手为强啊，就是在他们播报之前，我可以提前给自己预告。是不是？我每次我有什么漂亮大动作了，哎，我就提前一天，我就等那种人最多的时候，朋友们都在的时候，我就那种漫不经心的啊，平地干拔。哎呀，明天要不要去植个假睫毛嘞？很突然，我知道，但是他们的反应不重要，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把消息放出去，不断的放出去。他们问吃什么菜，我说明天想织假睫毛。他们问去哪里玩，我说明天想织假睫毛。他们问去哪里织假睫毛，我说那就管得有点太宽了。其实也应对不了，对吧？然后大家也听出来了，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消解这种打扮羞耻，也是后来。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我就突然想起来，哎，那要不然自信一点呢？还可以自信呀。别人对于我打扮的这种点评也好，点破也好，我现在都能平常心。我甚至觉得，就是因为爱美带来的一些这种容貌焦虑啊，或者身材焦虑啥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甚至很有必要。但是有多必要，就是一个问题了。Be or not to be， 文化程度低是听段子有点吃亏了。这一直是个问题啊。然后我的看法是，我们可以抓大，放小，就不要老盯着一些那种过于细微的地方去焦虑，尤其女生很容易这样，对吧？比如说啊，我有一个姐妹，她真的高高瘦瘦、漂漂亮亮，是我们这群姐妹里面第2漂亮的。有一天她突然问我们那天在吃麻辣烫，气氛很好，她突然她说：“哎，大顺，哎，你帮我看一下。”她说：“哎，我耳垂看起来是不是有点胖胖的？”
耳垂。他不说我都忘记这个器官了。而且他能有多胖，对吧？他能有多胖？我说怎么了？是走在路上有人拜你吗？如果他只是肉肉的，就真的没有必要焦虑，对吧？那么，什么是我觉得有必要的焦虑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一点这个小肚子，对吧？啊，都有。然后很多人就开始焦虑了，就觉得自己哎呀好胖的，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大部分人其实都是普通身材，只要你坐下来，我们这一圈肉都会怎么样？哎，溜下来。它都会留下来的，这个就叫做腰椎间盘赘肉突出。但我后来长着长着，我就发现我这个肉啊，它不光是它能留下来，它还能抬起来，这就有点冒犯了啊！我当时也没注意啊，直到后面啊长到最后。我有一天也是这么坐着，我就感觉我那个小肚子，它这一块它勒得慌，不应该啊，怎么会勒呢？然后我就仔细的感受了这块，我就发现我那个内裤啊，它在卷边。朋友们，这才叫内卷。而且我还试图用手把那个卷边啊，我给它搓回来，它就卷得更厉害了。这个时候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呢，确实可能是太胖了，然后其实也挺影响健康的。我的感受就是先让自己健健康康的啊，然后再漂漂亮亮的啊。然后我发现现在很多男孩也开始爱漂亮，可会了。我之前上班的时候就有一个这样的男孩啊，一开始我们一起做方案，后来一起做项目，现在一起做指甲，关系可好了。总之啊，就是朋友们多敷面膜，少贴标签，咱们都大大方方的爱漂亮。我是大顺，谢谢大家。大顺，大顺，大顺，大顺。真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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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棒！刚才看演出的时候，伊丽静老师在旁边都已经禁不住说：“哇，太好玩了，是不是？对，太有意思了，好喜欢。”谢谢。但我通过大顺的这个脱口秀的话，我知道了，就是什么叫互动型脱口秀。你好松弛啊！哎，我有一点很好奇，就是你真的之前有打扮羞耻吗？是的，因为老被点出来，没有女孩会想被点出来，对不对？哎，我没明白，就是说，比如说今天说，哇，画了新的口红，好漂亮，这个有问题吗？没问题，没问题。我告诉你区别就是，你可以直接赞美我的劳动成果，对吧？你说好漂亮，我就可以是吧？因为我也是这个预期，但是你不能点破我的偷偷努力。啊？你不能说，哎，大顺今天画口红啦。谁呀？不能这样。我理解大顺说的那个，其实就是你可以赞美，但是如果你阴阳怪气，而且比如说点出来说，哎呦。画这么重的眼影，今天要干嘛呀？对，是有点像，就是大家都在准备考试，然后你在那儿复习的时候，别人说哟复习呢，看书呢，你说什么？我看会儿棋，休闲一下，阴阳怪气。对。哎，可是听上去这是综艺节目的一个常态啊。你戴假发片了，来，这给摘了，来，这增高鞋垫，哎，来，大老师戴假发片了吗？我没有戴，哦，没有。你看看，来，好嘞啊！那男生会有打扮羞耻吗？他就是啊，会吗？翟佳宁，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我们是一起录完节目，然后他要去开放麦之前，他问我借那个卸妆油，把自己妆卸了才去，因为他不愿意让观众觉得他是为了开放麦化妆。不是，我就是不想让人看见我化妆。我不光我有化妆羞耻，我都替你们化妆羞耻。啊？我认为人就不应该化妆。不是你不让观众看你化妆，那怎么这节目播出以后你打马赛克你那脸？知道了，翟佳宁，
你应该还是工作太少了，化妆太少了，不习惯。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对。那易老师呢，会有打扮羞耻吗？我有过，但是阶段已经过去了。就像大顺说的，慢慢找到了就是一种解救方法，解救自己的方法，让自己更自洽。说白了就是，所以大顺刚才说的脱口秀，整个脱口秀里头，我就觉得那些内容真的就是女孩身边经常会发生的事情。我说实话，有感同身受的那种状态。谢谢，谢谢你。好吧，谢谢大顺。大顺开场开得非常好，因为他的舞台状态也是非常松弛，那种亲和力和那种舞台感染力特别强。大顺就体现了脱口秀演员的一种创作的初衷，就是挖掘你内心真实的一些焦虑。他就是把他内心最深焦虑写了出来，然后用段子的形式讲出来，处理的也很好。第一位可以哈，没让您失望，甚至有惊喜。对。第一位没有失望，第二位我们也不知道失望不失望，因为我们也没见过。这是新人中的新人，有请我们的木川。突然间这么多摄像机对着我，还真有点不太习惯啊。公布上场名单，听到自己的名字有什么感受呢？演出再加上跟这么多的人待在一起，对我来讲压力挺大的。就是我是就人一多，我就会开始。表现的没怎么样，但是我心里会缩。这个场子可能稍微没有那么熟悉，我可能需要稍微让自己注意力集中一点。因为我平时都是需要每一天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独处的人。你感觉有效果吗？没啥效果，所以就找了个单间自己待着，然后背稿。根本接不住。瞎溜达唱歌，把自己的段子变成歌。有请我们的木川。叫木川，是个东北人，也是东北的演员。我在台上的时候，帽子会压得低一点，大家能看到，可能是看不到我眼睛，是因为我的眼睛有点问题，比较畏光。这个强的射灯如果一直打在瞳孔上的话，眼睛会有点不舒服。因为之前出现过一次舞台事故，刚一上台自我介绍完之后，然后就流下了2条悔恨的眼泪。但各位也能感觉到，这个形象其实并不是什么讨喜的形象。之前也因为戴着帽子闹过一些误会吧。之前也参加过一个上海那边做的一个脱口秀类的节目，然后找我过去，去了之后，那个导演组要给每个演员定人设，那个导演看了我一眼，给我定了个装男。我那会儿岁数也小，不太懂事儿，我说不难啊。我也不是说接受不了这个人设，我接受不了的是我本身是个东北人，它是个上海的地方节目，真的只有上海本地人才会看。各位能想象一个东北人在上海人做的节目里面装？我说咱这是不是有点太装了？也没有走，因为确实当时岁数很小，就满脑子想着说证明一下自己，但其实什么也证明不了。那个节目除我之外的其他选手都是那种非常正能量的人设，热爱生活的外卖小哥，大山里的留守儿童，励志的聋哑人女孩，到我死装一男的。录制那天也巧，在我前面表演的就是这个聋哑人姑娘，我根本接不住她。她怎么讲呢？她是跟 Siri 演了一段双簧，就是 Siri 的声音给她合成台本，她在前面对应着做手语，看起来就是这样。大家好，我是一个聋哑人，但是我没有放弃脱口秀梦想。底下观众，so sad。细节啊，上海观众他们都讲英语。张绍刚是评委，听哭了。一段真人秀之后，观众也哭了，我也该上台了。我上台之后跟个傻子一样，底下观众真的都刚哭完，就红着眼睛盯着我，那个眼神就好像在说至少你还能说话。淘汰了，然后就回家了。回家我妈拉着我去看那个节目，一整季3个月，一期不差，完全没有我的镜头，
全被剪掉了。哪怕那个聋哑人姑娘进了决赛，她决赛内容非常的厉害，她说话了。科普一下，聋哑人其实是本身是可以说话的，只是发声可能没有各位那么标准。但我妈不知道，追了一整季是那个女孩的铁粉，她说话那个瞬间，我妈整个人疯了，当时，She did it， 我说。什么时候背着我拿的上海户口啊？各位，你知道我讲这个段子，其实也不是说我这个人不装啊，我也装，但怎么就能一眼装？就一个人在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的情况下，往这儿一站就是个装，怎么我上辈子是个兜嘛？你知道，其实大部分第一次见面的朋友，包括这帮演员，其实对我第一印象都是比较装这一块的。我问过一些我比较熟悉的朋友，为什么会给他们造成这种第一印象？他们说第一次见我，我会给别人一种自己觉得自己很帅的感觉。我没觉得，我是笃定。就所有男生，但是客观上讲，知道自己长成什么鬼样子，但我们主观上又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真的很帅，都不是那种普通的帅，大帅。但是这里说的大帅肯定不是王嘉尔的那种大帅啊，他更像是那种就是张作霖的那个大帅，你懂吗？我觉得每个男生可能就是因为知道自己其实不是那么帅，就是很容易被那些比较帅的东西吸引嘛。前一阵迷上了一个运动叫公路车，一个朋友推荐给我的。他当时推荐我的时候，因为说的太美好了，他说骑公路车就像谈恋爱，公路车会像你的女朋友。我当时其实不太敢苟同，因为我谈恋爱不会把女朋友锁树上。但等到我去买车，我其实是能理解的。我去了家店，我在那儿看好了一辆车，价格大几万，大几万的自行车，各位没有人会把它锁到树上去的。我可以让他睡床上。他可以把我锁树上。店员在那问我：“先生，您怎么看？”我说：“我再看看。”他没有懂我的潜台词，还是在那儿劝我。他说：“先生，这个车它可是全碳纤维的，它可是碳的。”我说：“怎么着？它能点着了起吗？”他这会儿才意识到我根本没有这个购买的能力，问我您的预算是多少？我说2000。他白了我一眼。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购物的时候被这种店员鄙视过或者白眼过？我是真的没有遇到过，我就非常下意识地问出来了。我说：“你干啥白我呀？”因为我当时对于自行车的价格理解是2000块钱，我啥自行车买不着。但对那个店员来讲是2000块钱，你要啥自行车？没有买那个牌子，真的买不起，那么贵，开什么玩笑？买了一个国产的牌子叫捷安特，然后也花了我2万块钱，我能力的上限了，蚂蚁花呗分了24期，到现在没还完。这帮演员最近出去叫我吃饭，我都不太敢去，问我你最近忙啥呢？我说在还车贷呢。但其实还是蛮推荐各位可以去尝试骑一骑这种所谓的碳纤维的自行车的，它确实会比那种钢架的自行车骑行体验会好很多。但我可以理解你可能为了减重，把这个车的车轮、车架、车把手做成碳纤维的，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为什么车座子非得做成碳纤维的？真的太硌了，骑久了超级疼。会疼到什么程度？我一点不夸张，有时候其实自己开始害怕了。我说车座子该不是掉了吧？我说。各位，你们要再出去看有人骑自行车的时候，他骑着突然之间站起来，真的不是在耍帅，就是到那个阈值了。再不站起来，可能真的再也站不起来了。我还把这个事儿告诉了我当时推荐那个朋友，他说都这么疼了，你为啥不穿个骑行裤啊？我说还有骑行裤吗？我搜了一些骑行裤，骑行裤是我这辈子见过设计的最简单粗暴的东西。它保护屁股的逻辑就是在你屁股的位置缝了个垫子，换句话说就是又在你的裤子里缝了个车座子。买了，没招只能买了。
买了一身那骑行服，大家应该看过的吧？他们夏天穿那种衣服，对吧？又变态又合理的。它很合理，它考到很多，考到透气性、摩擦力、排汗性等等等等等，但它真的有点太变态了，会不会有点太紧了？会不会有点太紧了？紧的好像奥特曼出任务忘带头盔了一样。就你知道我穿这身衣服走在大街上的时候啊，考虑的早就已经不是屁股疼不疼的事儿了。我首先要保证的是，我手边必须得有个自行车。共享的都行。我知道这么说是没有那么直观的，我知道没有那么直观。其实本来是想穿着来讲的，他们节目组不让。他们说穿这个衣服走在大街上长沙的话，可能就不是露宿街头了，可能就是上了另外一档节目《守护解放西》了。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木川太棒了，哇塞！第一回来哈，我感觉真是深藏不露了，因为他不爱说话。对，木川，你演了多少年？跟大家介绍一下呗，自己。我应该是19年大学毕业就开始讲，讲了7年了。哦，你讲了7年了。您说这话真的很讽刺。下一句不会是完全看不出来吧？能看出来。看这臀型，能看骑了几年了。对，其实我前面的时候是我，哎，这能说实话吗？啊，您在问自己吗？伊丽静问自己，我能说实话吗？不是，这不是又不是我的节目，我的节目肯定必须说实话。就爱听实话，我就当自己节目录了啊。行。哎，小鹿，往那边点，这儿剪得干净一些。来，因为咱们不知道他会说什么。躲远点儿，别误伤了。来，对，这样剪辑。来，老师，我先说一句啊，我是真的非常喜欢你啊。这句话很重要啊！你看看，木川厉害，知道认怂。你觉得自己幽默吗？还好。就是如果说你把它当成一个工作来讲的话，我觉得我是在做喜剧，但你要硬说在生活里我幽不幽默，我觉得我不幽默。哎，你自己对这个段子的满意度是什么样的？还行。那你为什么拿上这个舞台呢？现在还喜欢伊丽静老师吗？凑合吧。非常到凑合，就隔了2分钟。木川，你知道吗？刚才你在说别人觉得你帅，你说什么，你说出的2个字笃定的时候，伊静老师嘴里叨了一句，说好希望这枪是真的呀。是不是？你刚才在说什么？我能打他吗？对。没有，这其实就是想为你捏爆口，捏不动，你知道吗？谢谢。那么谢谢木川，谢谢下次表演。木川这个也值得是5星了，绝对是5星了。那给你今天你打个分，1到10分，你打多少分？7分。其实7分可能3分扣在前面。木川还是很厉害的啊，就是说这些笑话的点，还有他自己的这些经历讲的都挺好的。我也特别盼望木川后边能多演出，因为他应该是深藏不露，有很多很好玩的东西能够表现出来。闲鱼便宜，闲鱼即是更便宜。本节目由闲鱼独家冠名播出，自适应喜临门呼呼任性睡。本节目由喜临门呼呼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长康100%纯粹、长康100%对味的长康纯芝麻油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喜之郎果冻多点关心多点爱指定产品赞助播出。什么？他来了！所有的女生朋友们，你们的嗓子，你们的热情，你们的眼睛，你们即将爆炸！因为下面来这一位是我们整一季颜值最高，他还是一位霸总，有请戴高炸。Hello， 大家好，
我是演员小戴，平时演的霸总比较多。处心积虑3番5次的接近我，你有什么目的啊？如果让我发现你耍我，你就真的死定了。我一辈子出现现在时，将来也是。哇，好帅啊！你坐这，坐这，这里镜头多，走开，走开，走开，快点，走开，坐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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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第一次有一种被争抢的感觉，他把我们所有的镜头都抢走了。还行吗？陪你把那个。行吗？这老帅了。帅有啥用啊？人家脱口秀。我觉得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吧，借着脱口秀这个机会啊，打开自己喜剧的赛道。希望大家期待咱们小戴的脱口秀的首秀。热情了！正式的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演员戴高正，谢谢。可能呢，大家不太认识我啊，但一提我演的作品的名字，大家肯定还是不知道。我呢，主要演一些短剧，是一个演员啊。大家看我这一身，你们觉得我演的是什么角色？这么显而易见吗？你咋不说我是中介呢？大家没有听过总裁来讲脱口秀吧？啊，今天我从商界跨到脱口秀界，那也是属于一个大的跨界啊。既然总裁来到脱口秀的舞台，那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发钱。没带钱发件衣服吧？我最忙的时候呢，一个月啊演了10来个霸总啊，要爱上10来个女人，每天睁开眼睛就是。女人，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其实呢，演霸道总裁啊，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霸总裁呢都有一个特点，叫做 PTSD 啊，创伤后应激障碍。拿我演的角色举例啊，顾总缺母爱，副总受虐待啊，杜总怕电梯，戴总还怕鸡，搞得我都有点 PTSD。这2年啊，霸总还有一个特别不好的风气，就是不爱穿上衣。我在刚开始演短剧的时候，我也不理解，怎么什么角色都要脱上衣啊？打球的戏脱，喝酒的戏脱，就连在家吃个饭也要脱。很多观众说呢，我演的霸总啊，就6个字：脱一脱，亲一亲。我承认，早期的短剧啊，吻戏实在是太多了。无论什么剧啊，只要是总裁跟女主遇到了问题，解决方法全部是吻一下。女主说：“我怀孕了。”我唰就吻一下。女主又说：“我其实是你的杀父仇人。”我说：“不，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的工作啊，用一首歌来形容就是处处吻。吻戏太多的情况下呢，男女演员都很尴尬。其实呢，我也特别不好意思。更尴尬的是，我的父母也会看到这些。我家传统到啊，小时候看电视，看到男女主一接吻就会调台的程度。所以连我爸呢都不好意思跟别人介绍我的职业，他对外只能说我是靠嘴挣钱。那有了解一点的亲戚还会安慰我爸，不丢人，不就是干脱口秀的演员吗？其实演到现在，我也有一些反思，我是不是演霸总太久了？我决定开始演皇帝了！哎呀妈呀！哎呀！皇帝，霸总的天花板。最主要的是，没有哪个皇帝进山那需要裸着上身呐。这位爱卿，把朕的衣服还给朕。怎么？你不帮朕宽衣，你是想把朕的龙袍放在闲鱼上卖呀？因为我答应过我爸，我会把我脱掉的衣服一件一件的穿回来。谢谢大家，我是演员戴高正。爽！哎，谢谢。哎呀妈呀，慌死了！不可能，你演的多自信呐！爆发力好强。是，各位要知道，这位优秀的戴先生啊，他大前天知道了稿，第2天就去开放麦演出了，第3天就来这儿演出了。哇，不成啊，不容易，非常不容易。没有，因为前面2个前辈呢，包括易老师都讲得太好。我说，如果啊，今天露宿街头80%全责在我。不可能，我们今天露宿街头也是在法拉利里头，是不是？没事啊，我答应下了。如果今天露宿街头，我开我的那个车队来接一下啊。哎，那您那个平时会看短剧吗？看过，就是好奇，就是我会在想说，这怎么完全没有过渡的，就直接到这个情绪，就刚才跟他演的似的，游成这样了，我这报工伤真的是导演啊。你这么好奇，我觉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胆儿太大了！有请易老师，有请，干嘛？有请易老师。他俩还挺搭的，像妈妈在喊，哇塞，现场拍短剧，合同里没这趴呀。易老师，还有能比你更好的去游记吗？我只是毅力劲，不是洗涤灵。对。我准备了一段稍微也没有那么大难度的那个短剧视频。行，我们先看一下。哎呦！整个江城到处都是想要杀我的人，可是没有一个人成功过。哎呦喂，真光着呀！我倒要看看。No， 小戴，我好想看你跟易立竞说女人，你在玩我这不敢相信，人类奇迹。我感觉今天演完5星能变成100%。哎，对，没有，来，咱们来吧，男人。
个女人。整个笑街都是想让我去露宿街头的人。但是没有一个人成功。我倒要看看。你让我怎么露宿街头啊？好刻板的霸道总裁啊！没有，谢谢女人，谢谢。冒犯。小戴，这一段佩服你，佩服你。你刚才那一段感觉在逛蜡像馆一样，也不敢碰。我说实话，演了那么多总裁，刚刚那一刻我慌了。我本来自己以为抖了个小包袱，拿一个镜片擦易老师眼镜，结果易老师那眼镜是个无片眼镜，就只有光，我感觉我擦人睫毛了。我在刚才的表演里看到了很多惊喜，因为短剧的呈现需要很多信念感支撑。他在现场表演这个段子的时候，不只是语言表演，还有形体表演，真的好有勇气，好有信念感，我真的很佩服他。希望就是说，你看今天这个又尝试脱口秀了，其实也是一种表演。然后后边呢，越来越努力，然后让自己各种各样表演精益求精之后，登上大荧幕、大舞台，好不好？加油！谢谢老师们，谢谢，加油！别走！看到没有，新人演员们，人演完了出，女生说别走，想多看会儿。什么时候碰见过这招的呀？拜拜！快走！快点！这样吧，下一个也是个帅哥，要不我等他一起来。